警察在公园发现了一名光屁股女孩，她的下体流血不止，胸口也被刺穿，显然是先被强奸再遭袭的，而膜上的鲜血也预示着她是一名处女。殊不知这就是她被袭击的原因。随后法医发现，受害者体内只有1人的 DNA， 并且是遭刺伤后被丢弃的。性侵后被攻击的时间相隔约8小时，而她身上的衣服可以帮助识别身份，因为上面印有大学的校名，很可能是一名大学生。然后警察就来到了大学，从系统里查询了起来，果然找到了那个女孩，原来她叫艾米尔，来自阿富汗。接着俩人根据老师指引找到了艾米尔的闺蜜，闺蜜还一时无法接受，毕竟他俩昨天还见过。随后在警察的审问下，闺蜜表示艾米尔最近没有异常，她也没提到有男朋友。不过艾米尔的父亲是外交官，对她有极强的控制欲，父亲不准艾米尔出门，还要她穿长袍，但艾米尔会穿着长袍出门，到了学校就换掉。她很讨厌自己得那样偷偷摸摸的。然后警察问出了艾米尔放衣服的地方，接着就搜查了起来，结果在里面找到了一张疑似她男友的照片，以及艾米尔的家庭住址。可令人没想到的是，当父亲得知女儿的不幸遭遇后，不仅表现得十分冷漠，还嫌弃她不守妇道，选择做男人做的事，违背了自己的传统和家人。我早已经当她不存在了。尽管警察提醒他艾米尔被强奸了，不料父亲竟称活该，因为他跟一个不是丈夫的男人上床。见状，警察急忙让他指认那张男孩照片，可老头不认识，然后就不想再多说了，将警察赶走了。所以就目前来说，警察只能先把嫌疑人锁定在那个男孩身上。哪知马奇警探一瞧，这不正是刚才去调查骗了我们的那孩子吗？于是大队长立即指示将他带回来。随后警察就驱车来到了他的公寓，在门前布下了天罗地网，而恰巧男孩正要回家，警察就准备抓捕了。不料男孩竟十分警惕，好似预感到了不妙，立即拔腿就逃。然后警察就在后面紧追，并且很快就将他捕住了。就这样，男孩最终被成功抓获了。不料他却大喊：“我绝不会跟他们说出他的下落，你们找不到他的。”然而警察已经找到那个他了。接着不由分说将小伙按进了警车，随后就进行了审问。哪知塔吉得知艾米尔的状况后，心情瞬间压抑了，一下就坦白我该为此负责。而见他如此识趣，警察随即问起了经过。塔吉自称和艾米尔吵了一架，然后他就夺门而出了，因为我不要他一副自己是从原始部落来的模样，但他不愿意完全改变。结果我反应过度了，我们就起了冲突，然后我说话激他离开，没想到艾米尔真的会走。这么看来，塔吉的作案动机就有了。随后警察搜查了他的公寓，找出了一条带血的床单，经检测上面确实是艾米尔的血迹，加上体液也是塔吉的。检察官认为这足以起诉了，于是第二天就指控了塔吉性侵罪和谋杀罪。塔吉当然不认罪了，然后就被关押候审了。不过临走却对律师说了一些悄悄话，原来他竟主动要求测谎。随后警方满足了他，然后在经过一系列科学又严谨的测试后，得出的结论竟是塔吉没有说谎。这一下整的警察也没了先前的自信了，但检察官依然我行我素，声称即使通过了测谎，但你早已向警方坦白了。哪知塔吉对此却坚决不承认，于是检察官指出你曾说我该为此负责。不料一听这话，塔吉激动了起来，我说负责不代表我攻击了他，可他体内的 DNA 是你的。塔吉顿时被怼得哑口无言了，在思考了片刻后，只好详细说出了整个事情过程。我俩在阿富汗就是老乡，来到美国后互帮互助，更是坠入了爱河，但却不能告诉任何人，因为他父亲将他许配给了阿富汗反政府武装的一名官员，由此才换来了现今的财富和地位。而背弃这件婚事就等同于在他父亲脸上吐口水。可是那晚我俩没忍住发生了关系，但他却说我想要操控他，然后就生气的跑了。我没来得及阻止，才让他遭遇了不幸。但检察官又反问你干嘛不早说？哪知塔吉竟指了指头上的伤口，称这是来找艾米尔的警察打的。我知道是艾米尔的父亲叫他来的，所以塔吉才不敢说。而为了求证塔吉有没有说谎，警察果真找到了他口中的那位打人同事，结果同事对此竟供认不讳，还觉得警察打人这不很正常吗？然而现在可涉及到了强奸谋杀案，图图劝他还是老实交代的好。于是在两人的强大压力下，他只好老实坦白我做了兼职，是一名阿富汗外交官让我找他女儿，结果只找到了她的男朋友，可他竟然欺骗我不认识艾米尔。于是我就稍微教训了他一下，但他仍还是不肯说。随后我在那守了2晚，也没等到艾米尔出现。既然证实了塔吉没说谎，俩人也就不管他打人的事了。但不成想刚回到派出所，就恰巧赶上检验结果出来了，其中有个小问题，砸艾米尔的石头上有2种 DNA， 一个是艾米尔的，但却没有塔吉的，所以另一个可能是凶手的。而化验室说这2种 DNA 类型有相同特性，也就是说另一个是亲人的。这不由得让警察想起了艾米尔的哥哥杰里，那他就是凶手了。不料这时医院突然来了消息，艾米尔已于10分钟前去世了。气氛骤然变得紧张了，必须严惩凶手。然后警察就审问了艾米尔家的门卫，得知那晚艾米尔回来后就一直没出去，而出门的只有哥哥杰里，并且他还命令门卫把购物车推上去，可门卫并未照做，让他自己推的。于是警察想知道他用来干什么，但这个就不知道了。不过却没看到他推出这个门，一定是装进地下车库的车里了。接着警察就来找了父亲，严重怀疑杰利就是这么把妹妹抛弃的。
可暴躁的父亲却拒绝交代儿子的下落，还称艾米尔就是个荡妇。不料一旁的母亲实在听不下去了，说出儿子已经去了机场，这明显就是想逃跑呀。然后接到通知的警察就紧急登上了飞机，很快就找到了杰利，却不料杰利竟主动承认我很自豪杀了他，这可把警察闹了个措手不及。要知道这可是违反逮捕程序的。果然他的律师就以警察没有先说你有权保持沉默进行了反驳。不过检察官也据理力争，好在法官认可杰利的口供是脱口而出，可以作为证据。不料律师又提出了杰利有精神病为抗辩理由，表示他不知道杀死妹妹是错的，因为杰利告诉警察他觉得那样做很光荣，一听就不正常。检察官则反驳杰利在耍花招，但法官却不想被诟病，于是同意了就此展开辩论。而不久后就开庭了。首先参与抓捕的马奇警探证实，我们还没来得及宣读权利，他就坦白了。I'm proud that I killed her. She deserved to die. 不料律师正好借着这句话提问他是不毫无悔意，马奇则确认杰利竟很自豪，于是律师判定这不就不像正常人会做的事吗？接着又提问你一生中逮捕的罪犯中有几个会对你微笑，还自豪杀了人？结果就杰利一个，从而表明杰利有精神病。随后心理医生也证实杰利有精神创伤，但检察官想知道他的这些症状会影响分辨是非不，结果答案是否定的。而阿富汗籍教授则表明，他们老家的教义是，若一个男人在镇上遇见一个处女，并与她发生关系，人们应用石头将他们两人砸死，并且处决这样淫乱的女人属于荣誉杀人。因为家人与荣誉决定一个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一旦失去荣誉，男人可能会丢掉工作，小孩可能遭到排挤，整个家庭可能会遭到鄙视和嘲弄，在恢复荣誉之前，永无翻身之日。而律师则提问，是不是杀人方式越残暴，越能为家庭争得荣誉？对此教授做了肯定回答，因此他得出结论，杰利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荣誉杀人是生存的必要方法。最后杰利自述，为了恢复家族的荣誉，我必须这样做。妹妹已经许配给别人，她不应该再和其他男人在一起。而检察官又问为什么让妹妹赤裸下半身，还用石头砸她？结果杰利表示这是为了羞辱她，就像他让家族蒙羞一样。至于用石头砸，因为在我们国家荡妇就该遭到这种待遇，我为我的行为自豪。哪知下一秒检察官竟提出了致命疑问，那你为什么还要逃跑？ You're a man, aren't you? A man stands up and takes responsibility. A man isn't afraid to face the consequences of his actions. 杰利张了张嘴才挤出 I am not afraid. No. The police arrested you on the plane. You were running away. Does that sound honorable to you? Does that sound like something a real man would do? You are twisting everything. You were afraid of spending the rest of your life in an American prison, weren't you? That's a lie. Because you knew what you did was wrong. No. I did it for our family's honor. 结果检察官猛攻了半天，杰利仍是咬死了不松口。休庭后，检察官十分担心陪审团被蒙骗，因为杰利越表现得坚信杀死妹妹是正确的，越说明他精神有问题。可惜的是，警方再没证人作证了。不料这时本森突然想起一个人证来，那就是杰利他妈。可是其他人并不看好，他们相信杰利妈不会出卖儿子或违抗丈夫，但本森不这么认为，因为就是他告诉的杰利要出头，相信他也要为死去的女儿讨个公道。最终大队长被说服了，当即只是去找他谈。不成想杰利妈果如其他人所料，她已失去了女儿，不想再失去儿子，于是几人轮流上前给她做了思想工作。最后女人终于同意出庭了，接着就坐上了证人席，证实那晚女儿回来后，丈夫就问她是不是处女了，结果当然不是了。Hit her. She fell and Jalil tried to help her. My husband said, let her lie there like she lies with her American boyfriend. What happened next? My husband got a knife from the kitchen. Jalil, he begged him not to, but my husband told Jalil to kill her for our honor. Kill her to prove his manhood. And he stabbed her and they took her away. 这下真相大白了，原来始作俑者竟是父亲。隔天陪审团也做出了决议，裁定杰利谋杀罪成立，他终于受到了惩罚。但此时检察官却发现了不对，父亲竟然没出席，于是他不仅将好消息告诉了大队长，也通知他父亲没出庭，有点不太寻常。而门卫则证明父亲昨天就离开了，看样子是不会再回来了，并且是一个人走的。听了这话，俩人立马意识到了不妙，于是赶紧冲进了他们的房间。果然发生了意料之中的事，杰利妈已被丈夫割喉了，然而男人早已逃回了阿富汗。这回警方是无能为力了，因为那里他们管不了。